哎，你有想过吗？一台17年前差不多可以说是电子垃圾的笔电，居然有机会跑得动现在的 AI 耶！你相信吗？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挑战这个，可以说是极限任务，让一台2007年的老古董跟2025年的顶尖智慧来一场正面对决。所以啦，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就是这台17岁的阿公级电脑到底有没有办法跑得动现代的作业系统，甚至还能用上今天最夯的 AI？这不单单就是怀旧哦，我觉得这更像是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台机器的寿命？是硬体吗？还是说软体其实可以创造奇迹？我们马上就来看看。好，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噔噔，华硕的 EEPC 701。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一定知道，回到2007年啊，它可是个超级巨星，就是它掀起了所谓小笔电的革命。你想想看，轻巧、便宜又超好上手，真的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笔电的想象。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规格对比，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眼泪真的是巨大的鸿沟啊！你看哦，它的 CPU 900MHz，我们现在动不动都3GH 有起跳了，然后记忆体哇512MB，你知道吗？这比你手机随便拍一张高画质照片的档案还要小。更夸张的是储存空间只有4GB 的 SSD，这连现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手游都装不进去吧？这根本不是同一个次元的对决啊！那问题来了，一台曾经这么风光的明星产品，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电子垃圾呢？当然，硬体老旧是一回事，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致命伤其实是藏在它的灵魂里，也就是它的软体。没错，它出厂的时候预载的作业系统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王者 Windows XP。可是啊，昔日的王者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他完全没办法挣脱的牢笼。你想想看，从2014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任何安全性更新了，这根本就是个资安大漏洞，完全是个噩梦。更惨的是什么？它那个超古老的浏览器，基本上现在的网站一个都打不开。在这个什么都要上网的时代，这不就等于直接宣告它死刑了吗？不过呢，如果我们有办法帮他换上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又轻巧又强大的大脑呢？这就是我们这次的秘密武器 Alpine Linux。先忘掉那些什么 Windows 啊、macOS 啊，动不动就要几十 GB 的庞大系统。Alpine Linux 的核心理念就跟它座右铭说的一样，小巧、简单、安全。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这种硬体资源非常非常有限的老旧机器而生的，简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来了，就是这个，它还支援旧的32位元，也就是 x86 架构。你知道吗？现在所有主流的作业系统早就抛弃这种老旧架构了，只有 Alpine 还在默默的坚持支援。就是因为这个坚持，才让我们这次的复活任务从根本不可能变成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好，系统是找到了，但下一个挑战可以说更加棘手，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现代的大脑塞进它那个小到不行的只有4GB 的空间里。这真的就像一场超高难度的数位手术。如果我们照着一般正常的流程去安装，跟你保证绝对会失败。所以我们得用上一点聪明的，可以说是小撇步。你看，首先把那个开机分隔区直接压缩到极限，只给它100MB。然后第二招，把 swap 交换分隔区，也就是虚拟记忆体完全关掉，来省空间。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寸土寸金的空间里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好，系统安装成功了，但最关键的时刻现在才要来。这只老狗真的有办法学会 AI 这个最新最潮的新把戏吗？OK，
第一步，我们得先盖一条可以跟 AI 沟通的桥。很简单，只要用 Alpine 的指令安装 Curl 跟 JQ 这2个超级小的工具。有了它们，这台老笔电就等于有了向云端上的 AI 问问题，并且听得懂答案的能力。好，深呼吸，见证奇迹的时刻真的到了。我们现在就来执行一个很简单的脚本，然后问他一个问题：香港的天气如何？按下 Enter 之后，这个指令就会穿越时空，直接传送给 Google 的 Gemini AI。有回应了，成功了！你看看，来自最顶尖 AI 的回答，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显示在这台17岁的荧幕上。哇，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只是一个天气预报的答案而已，这是一个超级强力的证明。原来硬体的年龄不一定就是它的终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不只是一个好玩的实验哦，它更像是一个提醒，一个非常强力的提醒。只要有对的软体，我们以为的有用跟电子垃圾，它们之间的界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那我们是不是太快就把手边很多旧的科技产品给放弃了呢？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